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凌晨2点30分，万方医院第7层的走廊静得诡异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，像是死气沉沉的潮湿墓穴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值班护士李雅文半靠在护士站的桌前，手指机械地翻着护理记录，屏幕上的光晕映在她脸上，疲惫的眼皮直打架。医院的夜班总是漫长的，像一场困在黑暗里的梦，寂静无声，连墙上的钟表滴答声都显得尖锐而刺耳。忽然，走廊尽头的感应灯啪地亮了一下，雅文猛地睁开眼睛。感应灯只有在检测到人或物体移动时才会亮起，但那条走廊应该是空的。他紧紧盯着监视器，屏幕上的画面静谧无声，病房门关着，走廊空无一人，但光线微微闪烁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刚刚掠过摄像头的盲区，可能是系统故障。他低声嘟囔，企图安慰自己，可下一秒，监视器画面里某个病房的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。第7层的713病房，那里今晚是空的，按理来说应该是锁着的。一阵冷意顺着脊椎爬上来，雅文的指尖微微发凉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抓起手电筒，犹豫片刻，还是站起身朝那间病房走去。鞋底踏在地板上，声音被夜晚吞噬，只剩下回音在走廊里游荡。病房门虚掩着，门缝间透出微弱的冷白色光线。咔嚓，他轻轻推开门，室内的冷气猛然扑面而来，比外头的走廊冷得多，冷得诡异。房间里空荡荡的，没有病人，没有陪护，只有一张整洁的病床。可他的目光停在了床单上，原本平整的白色床单竟然有一道凹陷的痕迹，像是有人躺在上面。雅文的心脏咚的一声，手中的手电筒微微晃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后退一步，试图在脑海里寻找合理的解释。或许是床单没铺好，或许是空气流动造成的视觉错觉。他吞了吞口水，鼓起勇气走近一步，伸出手轻轻地拉起床单的衣角。然而床单下面竟然有东西缓缓地鼓起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要从被子底下坐起来。谁在那里？雅文的声音有些发抖，没有回应。房间安静的只剩下他急促的呼吸声。突然，一阵窸窣的声音从床底传来，就像是有人在爬动。雅文的指尖颤抖了一下，他猛然低头看向病床下方的黑暗。灯光照进去的瞬间，他清楚地看到床底下的地板上有一双赤裸的脚，苍白浮肿，指甲发黑，正在缓慢地向前爬行。他的血液瞬间凝固，身体僵硬的动弹不得。下一秒，那双脚的主人像是感应到他的目光，突然停止了爬行。然后他猛然抽搐了一下，头颅缓缓地从床下探出。可恐怖的是，那里根本没有头，只有一道残缺的破裂的脖子，血肉模糊，脖颈处的皮肉像是被生生撕裂。你能把头还给我吗？那个无头的东西像是在用破碎的空气呢喃，声音低哑而尖锐，仿佛从喉咙深处挤出的一道幽魂之音。房间的灯光骤然闪烁，监视器在护士站的画面猛然扭曲，所有的病房门都同时发出吱呀的声音，仿佛整个医院在这一刻苏醒。雅文的尖叫被卡在喉咙里，他惊恐的后退。但就在这时，门砰的一声自动关上，整个房间陷入黑暗。黑暗中，他听见了一阵湿漉漉的爬行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第二天清晨，医院里的一切仿佛恢复了平静。阳光透过病房的百叶窗洒在地板上，驱散了夜晚的阴冷。护士站里，交班的护士们正低声交谈着，而雅文却始终无法摆脱昨夜的恐怖记忆。他捧着热茶，双手仍然微微发颤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昨晚的遭遇，甚至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，那是不是只是疲劳过度导致的幻觉。喂，雅文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一旁的同事小玲低声问道。雅文抿了抿唇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试探着问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713病房有什么特别的？一瞬间，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，周围的护士们顿了顿，彼此交换了一个微妙的眼神。
终于，小林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不会真的听见了吧？”“听见什么？”雅文心头一紧。这个病房很多年以前出过一件怪事。小林看了一眼四周，确认没人注意后，才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许明哲这个名字吗？”雅文摇了摇头。小林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他是我们医院的禁忌病人。7年前，许明哲是一名颈椎受伤的病人，入住713病房，准备接受手术。这本应是一场普通的颈椎修复手术，但手术过程中，他的颈部突发大出血，医生无法及时止血，患者当场死亡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当家属领回遗体时，却发现他的头部有一道异常诡异的切口，不像是手术刀留下的，更像是被某种钝器生生撕裂。当时的主刀医生和医院方对死因3缄其口，只说是手术意外，但病理报告却始终没有对外公布。从那之后，713病房便变得不对劲了。病床上的压痕，那间病房曾短暂被封锁，但每次巡房时，护士们都会发现病床上出现类似有人睡过的凹陷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仍然躺在那里。夜半的低语，凌晨时分，值班护士们经常听见断断续续的呢喃声，但查房时，房间却空无一人。消失的监控影像，监视器在713病房前后总会莫名其妙的失效，所有的影像都会在第2天恢复，却无法回溯前一天的画面，就像是有某种东西不想被记录下来。小林说到这里，压低嗓音，脸色变得异常凝重。后来，有个夜班护士看见了那个东西。雅文全身一震，指尖冰冷。他说，他看到病房里有个男人坐在病床上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他试着问：“先生，您不舒服吗？”可那个人没有反应。护士觉得不对劲，走近了一点，结果他看到那个人根本没有头。雅文的呼吸猛然停滞。小林咽了口唾沫，继续道：“他当场吓得跌倒在地，连滚带爬地跑出病房。从那之后，他再也不敢夜班巡房，没多久就辞职了。”雅文浑身的血液都凉了。他昨晚在病房里见到的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头病人？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手心也渗出了细汗。他想起昨晚那个阴森的声音：“你能把头还给我们？”难道他在寻找自己的头颅？难道他的死亡并不只是手术失败这么简单？护士站里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压抑。雅文紧紧攥着茶杯，指关节微微泛白。他正想再问些什么，忽然旁边的同事皱起眉头，低声说：“哎，那是谁？”雅文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走廊尽头的玻璃门前站着一个男人，身形消瘦，穿着病号服。他没有动，也没有靠近，就只是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护士们面面相觑，心里都升起一股说不出的不安。他是哪个病房的？有人低声问道。然而当雅文再眨一次眼，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。他的呼吸微微一滞，心底隐隐泛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此刻他已经开始意识到713病房的禁忌不只是一个传说，它或许真的从未消失。夜幕再次降临，医院的走廊变得寂静无声。713病房今晚将迎来新的病人，江羽凡，29岁，因车祸导致颈椎受损，住院观察。江羽凡躺在病床上，头部固定在牵引装置里，脖子上缠着固定带，稍微一动就会引起剧烈的疼痛。他的女友沈婉婷坐在床边，一脸担忧地握着他的手，时不时帮他调整床铺的角度。护士雅文推门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病历和点滴架，露出一个安抚的微笑。江先生，晚上好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能活着？江羽凡苦笑了一下，就是这脖子，感觉像是被钉在床上一样。雅文轻轻点头，熟练地调整着点滴，可他的余光始终瞥向病房的床单。昨夜那道诡异的烫痕，现在已经被新病人的身体覆盖，可他总觉得那东西仍然残留着某种看不见的痕迹。这间病房有点冷。沈婉婷搓了搓手臂，望向窗户。明明中央空调是恒温的，可这里的空气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冷感，可能是空调风口的问题吧。
雅文敷衍地笑了笑，心里却浮现出昨晚的恐怖画面。他尽量让自己专注于手头的工作，可就在调整点滴的瞬间，他的视线无意间瞟到了病床的床尾，江羽凡的脚边竟然有一只苍白的手，正慢慢从床单下探出来，指甲泛黑，皮肤浮肿，像是泡在水里太久的尸体。那只手缓缓地伸向江羽凡的脚踝，雅文的呼吸猛地一滞，手里的点滴瓶差点掉下来。他猛地眨了眨眼，什么都没有，病床下空空荡荡，只有黑漆漆的阴影。是错觉，还是雅文的心跳得飞快？可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动声色地完成护理工作，随后叮嘱了几句，便匆匆走出病房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离开后，江羽凡忽然皱起眉头，轻轻地动了动脚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碰到了一样。婉婷，你刚才摸我脚了吗？沈婉婷愣了一下，抬起头。什么？江羽凡的脸色有些奇怪。我刚才感觉有什么东西从床尾摸了我的脚。沈婉婷下意识看向病床的另一侧，那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可就在这时，病房的灯忽然闪了一下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气氛诡异的凝固了。沈婉婷笑了笑，试图化解紧张感。你别自己吓自己，这种老旧病房电路本来就不稳。江羽凡点点头，可心里却莫名有些不安。他总觉得从刚才开始，病房的某个角落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，可他偏偏动不了脖子，无法看清四周的情况。他只能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，可天花板的灯光微微闪烁，映照着他自己的倒影，以及另一张扭曲的人脸贴在天花板上，正无声地看着他。江羽凡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病房的灯啪的一声熄灭了。5月12点，医院的走廊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病房里，江羽凡已经沉沉睡去，沈婉婷也在陪床的椅子上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盹。夜色浓重，病房里只剩下点滴瓶里的液体缓慢滴落的声音，偶尔传来的电流声让氛围更加诡异。然而就在这死寂的夜晚，病房的空气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。病床上的江羽凡眉头紧皱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像是正在经历一场恐怖的梦魇。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，四周的墙壁斑驳破旧，墙角渗出湿漉漉的黑色水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败的血腥味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可他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往前走，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，显得格外孤独而冰冷。滴滴滴，前方的某个房间里传来了熟悉的心电监护仪声响，可那声音却越来越微弱，像是某个生命正在缓缓流逝。江羽凡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，他的直觉告诉他那里有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，可他的脚步却停不下来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一步一步地逼近那扇门。713，他看到房门上的数字，心底瞬间掀起巨大的恐惧。他想后退，可身体像是被定住了一样，手指颤抖地伸向门把手，门自己打开了。病房里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张病床，床单凌乱，像是有人刚刚离开。而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上，心跳曲线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。滴，耳边的噪音陡然拔高，他的头剧烈作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钻进了他的脑海。忽然他听见了滴滴的喘息声，他猛地转头，看到房间角落里一个身穿病号服的男人正弓着身体蜷缩在那里。那个男人缓缓地抬起头，江羽凡的呼吸瞬间停止。那张脸根本不是完整的，那是一张被撕裂的脸，只有半边嘴巴在微微开合，颈部以下的皮肉翻开，露出一道骇人的空洞。把我的头还给我。撕裂的嘴巴里挤出一阵诡异的低语，声音嘶哑破碎，像是被卡在喉咙深处的怨念。江羽凡瞳孔骤缩，想要尖叫，可喉咙却像被死死扼住，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那具扭曲的身影开始向他爬来，一步一步，每爬一步，地面上就留下粘稠的血痕，腐臭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。江羽凡拼命想要挣扎，想要逃跑，
可身体却像被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把我的头还给我。那个东西越来越近，带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。他的颈部扭曲着，缓缓靠近江羽凡的脸。就在这时，江羽凡、沈婉婷的尖叫猛地在耳边炸开。江羽凡猛地睁开眼睛，他大口喘息，浑身被冷汗浸透，心脏狂跳，像是刚刚从鬼门关回来。病房的灯依然昏暗，沈婉婷站在他床边，脸色苍白，满眼惊恐。你刚才一直在掐自己的脖子。江羽凡呆呆地看着他，喉咙干涩地发不出声音。可当他下意识地低头看自己的手，他的指甲缝里竟然嵌满了血肉组织，像是刚刚狠狠抓过什么东西。时间凌晨3点，医院的夜晚异常安静，走廊的灯光昏暗，仿佛笼罩着一层薄雾。每到这个时刻，713病房似乎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江羽凡仍然惊魂未定，他的心跳还没恢复平稳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自己的脖子。沈婉婷见他脸色苍白，轻轻握住他的手。要不要我去叫护士？他摇了摇头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刚才我真的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梦里碰到了我。沈婉婷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只是噩梦，可能是这间病房太阴冷了。江羽凡没说话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指甲缝里的血迹已经被他用纸巾擦掉，可心底的寒意却挥之不去。忽然病房里响起了一阵低沉的耳语声，帮我。声音极轻，如同夜风拂过，可却无比清晰，带着某种让人头皮发麻的阴冷之感。江羽凡猛地抬起头，看向病房四周。沈婉婷疑惑地皱起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江羽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也听到了？沈婉婷愣住了，她的脸色瞬间有些发青。那不是你在说话？空气里仿佛有一丝冰冷的气息在蔓延。病房门的玻璃窗上映出两人的影子，可江羽凡隐约觉得那影子好像比他们两个多了一个人。他屏住呼吸，缓缓地转头看向病房的洗手台。水龙头下方的镜子里反射出一个陌生的男人影像，他穿着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病号服，脸色灰白，脖子上的皮肉已经完全撕裂，一只血肉模糊的手正贴在镜面上。江羽凡瞬间感觉后背炸开一股彻骨寒意，他的呼吸急促起来。婉婷，他的声音颤抖，伸手指向镜子。沈婉婷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镜子里却什么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。江羽凡的手指僵在半空，镜子里确实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倒影。可是刚才他明明看见了。他不敢眨眼，死死地盯着镜子，生怕那个影子会在他不注意时再次出现。可就在这时，病房的窗户突然咔嗒一声自动打开了一条缝隙，冷风吹进来，吹得病床上的床帘微微晃动，像是有某个看不见的东西从窗外悄然潜入。江羽凡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东西盯住了，而那个东西正在逐渐逼近。沈婉婷察觉到了他的异样，伸手握住他的手。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什么了？江羽凡的喉结微微滚动，声音低哑。他回来了。什么？沈婉婷皱起眉。江羽凡的视线缓缓下移，落在了自己的手腕上。他的手掌苍白而冰冷，可就在手腕的内侧，一道从未有过的缝合痕迹赫然出现，缝线的痕迹隐隐泛红，像是刚刚愈合的伤口。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任何手术。江羽凡的脑袋瞬间炸开一阵嗡鸣，他的身体开始颤抖，喉咙干涩的几乎发不出声音。婉婷，沈婉婷注意到了他的异样，紧张地抓起他的手腕，脸色顿时变得煞白。你什么时候有这个伤口的？江羽凡的脑海里疯狂闪回着之前的梦境，那个无头的病人，那道充满怨恨的低语，那种被什么东西操控的感觉。他猛然意识到一个恐怖的可能性，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被某个东西接管。第二天清晨，病房里的空气依旧沉闷，江羽凡整夜未眠，躺在病床上，双眼布满血丝。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梦魇般的景象，713病房的无头病人，低沉的耳语和那道凭空出现的手术缝合痕迹。他必须弄清楚
这一切到底是幻觉，还是某种真实发生的恐怖事实？可如果是真的，那他身上被缝合的到底是什么？沈婉婷推门进来，脸色也有些疲惫，手里端着一杯刚买的热豆浆。昨晚你有没有再听到什么？江羽凡看着他，声音低哑。婉婷，我想查查这间病房的资料。沈婉婷一愣，你的意思是？江羽凡咬了咬牙，缓缓道，这里一定出过事。沈婉婷的手微微握紧，沉思片刻后低声说道，我可以试着问问医院的护士，或者偷偷查查病房的历史记录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这次他们必须找到真相。中午时分，沈婉婷借口去找医生咨询，趁机绕到了医院后楼的行政办公室。医院的档案室位于地下一层，那是一条阴暗潮湿的走廊，只有尽头一间小房间亮着微弱的白炽灯。沈婉婷悄悄推开门，迎面扑来一股陈旧纸张的霉味。她知道这里存放着医院过去几十年的病历记录和档案。她屏住呼吸，在密密麻麻的文件柜中搜寻着，指尖掠过一张张泛黄的病历，终于在角落的一排老旧铁柜里，他找到了编号为713的病房档案。可当他拿出那份文件时，心里却猛地一沉，这份病房的档案竟然比其他的文件要薄得多，就像是某些记录被刻意抹除了。他翻开档案，第一页上的病历信息让他浑身泛起一层冷汗。患者林成远，男，32岁，入院日期2018年7月13日，病因头部重创，需进行紧急手术。接下来的内容却只剩下一行模糊的红字，手术失败，患者死亡，遗体下落不明。沈婉婷的指尖颤抖了一下，她继续往后翻，终于在最后一页看到了一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备注：2018年7月14日凌晨，713病房发生异常现象，目击者称曾在病床上看到无头患者，并听到病房内传出求救声。事件发生后，病房短暂封锁，相关人员进行清理，档案销毁。沈婉婷死死盯着这段文字，心跳剧烈加快。713病房曾经真的有无头患者出现，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昨晚江羽凡的梦境，以及他醒来后手腕上凭空出现的缝合痕迹。如果这个林成远在手术中死亡，那他的遗体究竟去了哪里？更可怕的是，江羽凡的身体里是否已经被植入了某种不属于他的东西？天啊！沈婉婷倒吸一口冷气，额头渗出冷汗。她再也不敢继续看下去，慌忙合上档案，将它塞回柜子，迅速离开档案室。可就在她关上门的瞬间，身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：“你找到了吗？”那声音沙哑低沉，像是被撕裂的嗓子硬挤出来的低语。沈婉婷猛地回头，档案室里空无一人，但空气里却残留着一丝阴冷的血腥味。